俄罗斯黑海舰队又受到重创了，一艘护卫舰晋升为潜艇。3月5号，乌克兰国防部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乌克兰使用自杀式快艇袭击了一艘俄罗斯的22160型巡逻舰，并且成功将其击沉。一艘自杀艇价值不到5万，却能击毁价值6500万的巡逻舰。乌克兰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今天大兵和各位一起聊一聊。按照惯例啊，大兵先来给一些不了解的观众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俄罗斯22160型巡逻舰。以下呢，我们就简称为160舰。该舰呢，隶属于巡逻舰行列，负责在近海执行巡逻监测和保护等任务。在2014年加入俄罗斯海军的战斗序列，排水量为1700吨，最高时速为56公里。这一点要和大家明确一点啊，虽然一些媒体和乌克兰博主将160舰宣称为护卫舰，但大兵认为啊，该舰最多也就是大型巡逻舰，和护卫舰一点也不沾边。巡逻舰属于小型武装舰艇，主要是由海军和海警或者边防部门装备。顾名思义，主要功能是巡逻，在雷达、火力、防空等方面都和主流护卫舰存在一些差距。其中最明显的差距呢，就是护卫舰是军用舰艇，而巡逻舰为通用。比如狼蛛级护卫舰，其实呢算是导弹快艇，排水量只有500吨左右，是160舰的1/3，但是由于是俄海军专用，其上的火力和雷达系统都要远超160舰。搞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看160舰的火力。该舰呢采用了一门76毫米火炮作为主炮，防空系统是惨不忍睹，不仅没有近防系统，防空导弹发射器只有一门，发射的还是真式防空导弹。这东西啊可是有肩扛版本的。当然，制造这艘船的泽列诺多尔斯克造船厂也明白该船的火力不足，于是又为其加上了2挺 14.5毫米 KPV 机枪。这可是正儿八经的二战老兵，虽然服役年龄超过了70年，不过该武器的弹速达到了1450米每秒，具有极佳的穿透力，打一些轻装甲目标还是够用的。此外，船上还有一些反蛙人榴弹发射器以及一架反潜直升机。而他的对手乌克兰自杀式快艇就显得有些简陋了，它被乌克兰人称为马古拉，长5.5米，重约1吨，战斗部重达200公斤，其他的呢全是电池和操纵系统，这使得马古拉拥有极高的射程。根据乌克兰国防部的消息，马古拉的最远操作距离达到了800公里，足以覆盖大半个黑海。重要的是，它能通过无线电传输图像，并由驾驶员实时控制。早在去年，这艘名叫谢尔盖科托夫的160舰就遭到过乌军自杀艇的袭击，但当时呢，乌军声称该舰受到了损伤，但并未将其击沉。而这次谢尔盖号的运气就没有这么好了。从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艘自杀艇接近谢尔盖号时，该舰的主炮完全没有动作。由于乌军自杀艇采用的热成像，我们也能看到甲板上几乎没有巡逻的俄军水手，也就是说，谢尔盖号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遭受自杀艇的袭击的。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资料，谢尔盖号采用的雷达为波奇蒂夫 MK 型，这可能是一种 AESA 雷达，最远探测距离为300公里。但也许是俄军太过好高骛远，在那个夜晚并没有看到脚下的危险。随后呢，自爆艇与谢尔盖来了个亲密接触，并且迸发出热烈的火花。随后的几十秒内呢，接连3艘自爆艇瞄准同一个地方对谢尔盖号发动攻击。第4艘自爆艇虽然距离谢尔盖稍远，但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在第一轮攻击后，该船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倾斜，不断有高温的液体从艇身内流出。这可能是谢尔盖号柴油发动机的冷却液，但从热成像的视角来看，它更像是刚刚流出的鲜血。当第4艘自爆艇靠近刚刚被攻击的位置时，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谢尔盖号的甲板已经被完全掀开，船舱内部一片狼藉。这里啊，可能是谢尔盖号的油库或者是弹药舱，因为在第4艘自爆艇靠近后，谢尔盖号尾部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爆炸的火光几乎淹没了整个船身。
几秒后呢，船头位置发生了第二次讯爆。毫无疑问，这艘船已经失去了抢救的必要了。事后，俄罗斯官方对此并未发表看法。纵观整场事件，我们不难发现乌克兰的水上无人机战术已经变得非常成熟了。自爆艇被分为2个编队，3艘为一队，2队相隔100米以上。在攻击时，第一组从目标的后方从多个角度接近舰艇，避免被目标舰主炮攻击。同时，进攻路线不同，不仅能分散敌方火力，还能岔开抵达目标的时间，避免自爆时相互影响。而第二组在远处观察攻击效果，但观察到第一波攻击已经造成了谢尔盖号舰体倾斜，动力系统受损后，乌克兰无人机部队评估该舰已经失去了反击能力，而且命不久矣。所以我们能看到第4艘自爆艇以比较慢的速度绕行了半圈，随后挑选了谢尔盖号那块被炸飞装甲的薄弱位置进行精准爆破，而俄军的操作依然保持了一如既往的抽象。俄乌战争爆发已经有2年了，乌军会使用自爆艇在黑海袭击舰船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况且谢尔盖号早在去年就已经遭受过一次袭击，对于此事应该倍加防备。然而谢尔盖号在正常袭击中却没有做出任何动作。如果在第一波袭击后，舰上的俄军官兵使用机枪或者主炮对海面上剩余的自爆艇进行拦截，还尚有一线生机，但结果就是这艘俄罗斯军舰宛如一艘标靶，静静地等待自己被击沉。从这件事呢，可以看出俄罗斯海军的整体素质堪忧，几乎没有应急的应对措施，或者是对此缺乏训练，以至于在夜晚遭到突然袭击后没有任何反应。除此之外呢，指挥系统也要承担一定责任。明知道自己早在危险海域行驶，却没有准备任何反自爆艇的措施，也没有观察哨，防备海面上随时可能出现的情况。而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谢尔盖号的雷达系统。刚刚大兵介绍过，这艘船使用的波奇蒂夫 MK 型雷达，虽然不知道具体结构，但是应该属于有源相控阵雷达，能够同时锁定40个目标。而乌克兰的自爆艇长达5.5米，体型不算太小了，又没有隐身材料涂层，虽然其高度较矮，但不至于在雷达图上毫无痕迹吧？毕竟它需要贴近谢尔盖号才能发动攻击，而俄军的雷达却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乌克兰的无人艇好像隐身了，这背后到底是雷达质量有水分，还是雷达监控员伏特加喝得太多？大兵就不得而知了。有的观众看到这里可能就有意见了，认为大兵又在尬黑。虽然谢尔盖号表现不佳，但其充其量也只是一艘巡防舰，设备和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也很正常。怎么能拿个例污蔑整个俄罗斯海军呢？遗憾的是，这谢尔盖号并不是个例。在1个月之前，俄黑海舰队的一艘狼蛛级护卫舰同样遭到了乌军自爆艇的袭击。让我们再来看看它的表现。虽然狼蛛级护卫舰只有500吨，但是其火力却比160舰更强。主炮同样为一门76毫米火炮，但是在舰艇两侧，狼蛛级还有2门 AK630 近防炮。该炮采用了30毫米炮弹，射速达到了每分钟5000发，同时还有4个反舰导弹垂发装置，1个防空导弹发射器，需要时狼蛛级甚至能够发射核弹头。然而，当面对乌克兰的自爆艇时，狼蛛级强大的火力仿佛变成了一个笑话。这是乌克兰情报局在2月1号发布的视频，视角呢依旧是乌克兰的自爆艇。然而这次，俄军早早地发现了乌军的袭击，并且动用近防炮对其进行拦截。30毫米的炮弹只需要1发就能彻底摧毁自爆艇。但从视频中我们能够看到乌克兰自爆艇的速度并不算太快。近防炮的炮弹不断在自爆艇附近扬起水花，但是打来打去却始终无法命中。当第一艘自爆艇距离狼蛛级大概还有200米左右时，终于被近防炮命中，并且产生了爆炸。但随后乌克兰的另一架自杀艇已经悄然来到了船尾，也就是狼蛛级的射击盲区。之后的录像乌克兰并没有展示，但是第3艘自爆艇到达狼蛛级侧面时，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狼蛛级的装甲和谢尔盖号一样被炸出了一个大洞。当然，它的下场和谢尔盖一样，在剧烈的殉爆之后晋升为一艘潜艇了。
这段视频呢，更加验证了大兵之前的一些看法，那就是俄罗斯海军要么武器质量有很大水分，要么就是伏特加喝多了。5000发每分钟的近防炮，还搭配了俄罗斯最新的 MR-12302火控雷达系统、SP-521光电瞄准器，在500米的距离内打一个5米大的低速舰艇，竟然上演了一出船体瞄边。大兵粗略地估算了一下，第一艘自爆艇大概被俄军火力压制了20秒左右。在这个过程中，俄军大概射出了1600发的30毫米炮弹，这个命中率是高是低，就交给各位观众判断吧。作为军舰的最后一道防线，近防炮一般承担着拦截高速反舰导弹的功能。如果俄罗斯的近防炮在面对60公里每小时的自爆艇都打得如此费劲，那么动辄几马赫的反舰导弹又该怎么办呢？同时，狼蛛级的防卫系统还存在着巨大漏洞。根据俄罗斯媒体的资料， MR-12302火控系统可以同时指挥2门近防炮瞄准不同的目标。但是在这段视频里呢，狼蛛级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了一艘自爆艇上，却忽略了其他方向。这或许就说明俄罗斯海军在持续了2年的俄乌战争之后，依旧缺乏面对蜂群战术的经验。而乌克兰在间隔2个月的2次袭击中，无人机战术有了显著提升，3架自爆艇的配合更加默契。更重要的是，随着乌克兰无人机生产线的增加，乌军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爆艇。今天6架自爆艇就能摧毁俄罗斯的护卫舰，明天面对成百上千艘无人艇，俄罗斯又该如何应对呢？毕竟每艘无人艇的价格仅为数万美元，而一艘护卫舰则需要上千万美元。这笔生意显然对乌克兰更加划算。如果我们继续推测俄罗斯这种拉胯的表现，难道仅仅限于黑海舰队吗？俄罗斯其他舰队呢？是否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世界第2海军的威慑力还剩下多少呢？对此，各位有什么想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